當一個國家連自己的喇叭都快養不起了，這不是行業寒冬，這是體制失血。曾幾何時，進電視台是光宗耀祖，現在呢，是顆粒無收。安徽主持人工資條曝光，時發2863元；河南電視台3500元一個月；桂林電視台員工拉橫幅討薪，有的台只發38%的工資，有的台半年發不出1分錢。你沒看錯，這是黨辦事業單位，不是城中村小作坊。更魔幻的是，全國700多家電視台被業內評估處在倒閉邊緣。這不是傳言，是正在發生的現實。很多人以為電視台是被抖音幹死的，不對，電視台不是輸給了技術，是被親爹放棄了。先看一組硬數據，中國媒體統計，全國約50%的人已經不看電視，多地地方台核心頻道收視率接近0。廣告市場，品牌主全面撤離傳統電視，轉投短視頻、信息流、私域。2024年8月，深圳電視台公共頻道、娛樂頻道停播。更早之前，上海廣電娛樂頻道、星上頻道被合併消失。注意一個細節，不是民營台倒，是喉舌系統在塌。當廣告主離開，財政又捂緊錢袋，電視台這套財政供養加行政廣告的老模式瞬間露餡。以前廣告主投電視是買覆蓋面，現在投短視頻是買轉化率。電視台的價值被算法一刀封喉。打開現在的地方台，你能看到什麼？洗腦神劇反覆重播，公益廣告無限循環，領導講話剪輯成新聞，時效性慢到像上世紀傳真，內容空洞的像僵屍。不是沒人做，是沒人敢做新東西。因為電視台不是媒體，是行政單位。一條新聞層層審核，一個創意層層否決，一個熱點等批下來已經涼透。而自媒體呢？手機一掏，3分鐘上線，10分鐘破100萬。這不是內容能力的差距，是制度速度的差距。很多人還在糾結，電視是不是被互聯網淘汰的？不，電視是被政治戰略拋棄的。問一個更狠的問題，中國當權者現在最想洗腦的是誰？答案很清楚，年輕人。而年輕人在哪？不在客廳，不在電視機前，而在抖音、快手、B 站、微信算法推薦裡。於是，一個極其諷刺的畫面出現了：地方電視台正在給沒人看的觀眾做沒人關心的節目，而真正的宣傳資源早就悄悄轉移到了政務抖音矩陣統一調度的新媒體賬號、平台及輿論場。低成本、高密度，可刪改、可推送。電視成本高，人員臃腫，流程僵化，不可控。政治選擇已經寫在牆上。一位地方電視媒體人說過一句大實話：電視台的死是財政性的，不是技術性的。2018年之後，中國發生了3件致命的事：一、超低生育率全面顯現，年輕人口斷崖下跌；二、房地產剛需斷裂，土地財政崩塌，地方債失控；三、中央財政上收，地方政府自生自滅。結果是什麼？教育被壓，醫療被砍，而宣傳系統被視為可砍項。於是你看到的不是改革，而是欠薪、降薪、編外清退、績效歸零，員工集體搞副業、直播帶貨、接私活。電視台成了披着編制外殼的大型靈活就業中心。歷史從不重複細節，但總重複結構。蘇聯解體前的地方電視台是什麼樣？名義上的宣傳陣地，實際上沒人看，沒錢發，人員私下接活混日子，年輕人集體逃離。熟不熟？
當一個政權的喇叭開始靠外快活命，靠關係熬日子，靠托自覺續命，那說明什麼？這台戲已經快唱不下去了。電視台的崩塌不是傳媒行業的問題，是國家賬本的問題。當一個政權開始嫌棄自己的喉舌，嫌它貴、慢、笨、不好用，那說明什麼？說明這個系統已經進入成本極限區。我們來拆解一下一家地方電視台要活着，成本有多誇張。人員編制動輒幾百人，多層級行政管理，攝像、燈光、導播、播控、發射、維護、場地、設備、頻段、信號、轉播，這是一個重資產、重人力、低效率的系統。而現在北京真正需要的宣傳是什麼？一個人、一部手機、一個賬號，隨時發布，隨時刪，隨時改，算法精準投餵，情緒及時引爆，成本幾乎為零，風險可以甩鍋給平台。你站在統治者的角度算賬，電視台這玩意不淘汰你淘汰誰？很多官方話術喜歡說一句話：電視台要市場化，自負盈虧。這句話聽着就像一句冷笑話。為什麼？因為電視台有3條鐵鏈：一、內容必須服從政治指令；二、不能真正做受眾想看的東西；三、不能自由試錯，不能快速調整。這叫市場化嗎？不，這叫綁着4隻進擂台還不讓認輸。於是出現了一個畸形現實：節目不好看，沒人看；沒人看，沒廣告；沒廣告，發不出工資；發不出工資，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內容更爛。這是一個死亡螺旋。很多人原以為報紙會先完蛋，電視還能撐一陣，但現實反過來了。為什麼？因為紙媒還有一個殘酷優勢，可以被強制徵訂。電視呢？你沒法強迫人回家開電視。在一個非市場化體制裡，行政強制能力本身就是生命線。電視失去強制性，就等於失去存在意義。你去任何一家地方電視台問一句，還有幾個90後、00後真打算在這幹一輩子？答案幾乎一致。實習期沒工資，轉正遙遙無期，轉正後照樣欠薪，升遷靠關係，創意沒空間，風險自己扛。於是出現了一句行業黑話：編制做到老，員工2人賺。年輕人不傻，他們用腳投票。而一個留不住年輕人的系統，本質上已經進入衰老期。真正可怕的不是電視台關停，而是它關停時社會毫無波瀾，沒有憤怒，沒有抗議，沒有懷念，因為大家心裡都清楚，這玩意早就跟我們沒關係了。當一個政權的宣傳器官已經無法影響情緒，無法塑造共識，甚至無法引發討論，那它存在與否已經不重要了。回看歷史，所有高度集權體制在晚期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宣傳系統率先衰敗，不是因為不重要，而是因為養不起、用不上、撐不住。當財政緊縮到連話筒都嫌貴，當宣傳從陣地退化為外包，當喉舌變成負資產，那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這個系統已經開始削減意識形態成本，優先保命而不是說服。電視台不是突然死的，它是被一點點餓死、冷處理、邊緣化的。而任何一個國家一旦走到這一步，問題早就不在電視裡了。